我大姨呢，就是我妈妈的大姐呢，前阵子过世了，她活到了100岁。你仔细想想，一个人活到100岁呢，是什么样的概念？大姨出生的时候啊，世界上还没有网络，没有手机，甚至于很多家庭啊，连电视机都没有。她经历过战争、台湾的经济起飞、股市的疯狂年代、家族兴衰、重大车祸和亲人的死亡，甚至于在晚年的时候呢，她还得了癌症，而且呢，还在80几岁的时候啊，被诈骗骗了很多钱。可能有人会说长寿很好啊，可是后来我发现啊，长寿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准备好呢，其实是非常残酷的。今天我想讲的是说，一个活了100岁的老人，哪些事情他其实可以做得更好，尤其是财务、退休、长照，还有老年后的生活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Judy， 在美国生活超过了40年，有8张的专业执照。每周六晚上美国东岸的时间，我会固定的呢和大家分享我的最新影片。我做这个频道呢，是希望华人在美国能够少走弯路，享受生活，安心退休。如果你对这类有关于美国生活、税务、移民、退休的影片有兴趣的，非常欢迎你订阅、点赞、收藏和转发。如果你正在做退休规划，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提前准备，例如说如何避免退休后税越来越高，如何建立稳定的退休收入，如何避免资产呢被市场波动影响，还有就是如果配偶先离开了，另一半如何生活。我整理了一本退休规划的电子书，里面呢把这些问题都做了一个系统性的整理。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发个 email 在右上角的这个邮箱地址，那我们会把电子书的链接发给你。他的一生长寿，但非常坎坷。我大姨这辈子啊，真的是经历了太多的事情。年轻的时候呢，因为不能生育，所以呢就领养了妹妹的孩子。那因为是家里的长女，所以外婆希望大姨呢能够多照顾妹妹们。从小她就担起了照顾了父母、妹妹们，甚至于妹妹小孩的这个责任。那虽然说是姐妹当中最年长的，但却送走了3位亲爱的妹妹，当然包括了我的母亲。大姨丈在阿姨60几岁的时候就过世了，所以大姨呢一个人独居了30几年。后来呢，她碰到了诈骗，而且呢还是在80几岁退休这么多年之后，已经没有能力再赚钱的时候呢，她被诈骗骗了1000多万台币。那1000多万台币是什么概念呢？大概就是美金30几万。那对有些人来讲啊，这个钱可能不是很多，但是对于一个80几岁独居的老人来说呢，是他省吃俭用辛苦了几十年才存到的钱。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存不了这个数字。老人被骗呢，其实不是因为笨，而是因为孤独。那很多诈骗利用的呢，它不是智商，它是情感的缺口。那最夸张的还有一次是大姨在年轻的时候，她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火车事故。有一次大姨跟朋友坐火车出游，那在路上的时候，这个火车就被卡车撞上了，卡车闯平交道。那大部分的这个火车呢，它的车厢就脱轨了，有些车厢甚至还掉到河里头去了。而我大姨正好是坐在靠后面的车厢，很幸运的她存活下来了。当时呢，这个车祸呢都在报纸上都有登出来，是非常严重的车祸。大姨这辈子经历了很多的事，你也可以说她的人生很精彩，但也可以说她的人生很坎坷。活得久啊，并不代表就是晚年幸福。那很多人可能羡慕有人长寿，但事实上活得久跟活得好是完全不同的2件事情。大姨独居了30几年，我常常就会提醒她，把房子里面不要的东西呢赶快整理掉。那以后万一生活上不能自理呢，要怎么安排？还有财务上又要怎么安排？但是大姨跟很多人一样啊，就身体好，脑子还动得了的时候呢，大家都觉得说没关系，再说吧。可是人老化呢，其实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，它不是一下子就倒下来了，而是说身体的状况会慢慢的变差，然后记忆力呢也会退化了，那社交圈也会慢慢的减少，甚至于消失，因为朋友一个个、亲人一个个都离开了。数十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。其实过去30几年的时间呢，大姨是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规划好人生的下半场，但是她却选择了把时间呢放在她认为更重要的事情上面。从理财的角度，他哪些地方没有准备好？第一个，没有真正的退休规划。他那一代的人其实很少有所谓的退休规划的概念。那大部分的想法就是说，我有房子啦，我有存款啦，甚至于有儿女啦，那我到时候老的时候儿女可以照顾我。
如果你到现在还有这种想法，那就非常的危险了。现在绝对不是那种养儿防老的时代了，加上现代人呢都长寿，如果你到60、65岁左右退休，那活到100岁的话，代表你需要是35到40年的现金流，而这40年呢，是比很多人的工作时间还要长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活得这么长，现金流是不是可以撑到了我们上天堂的时候呢？还有就是，万一遇到了股市崩盘，或者是像我阿姨一样被诈骗骗了这么多钱，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资金可以支撑我们生活上的开支？第二个呢，他没有做好的就是没有规划了长照。很多人现在很健康，就不会担心这些事情了。可是长照就是所谓的 long-term care 呢，它真正可怕的就是说，它不是一次性的支出，而是长期消耗你的存款。比如说生活没有办法自理的时候呢，可能要请看护，也可能有多余的医疗费，甚至于还要做复健，更是要有人去陪伴啦，或者是在医院里面去帮忙拿药等等的。那如果没有家人陪伴的话，就必须要花钱请人，这些全部都是在烧钱的。而更现实的是呢，很多老人他最后不是病死的，他是慢慢的失能，在这段时间呢，更需要有人照顾了。就是因为大姨她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，所以在前2年独居的时候呢，她在门口跌倒了，那身边没有人可以立即送她到医院。后来呢，开了2次刀，身体状况远不如从前。在那个时候呢，也过了黄金的抢救期。后来就变成了是70几岁的表姐和表姐夫照顾了100岁的大姨。如果大姨当时有准备这些钱，或者是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安排好住到老人院，也不至于在家里自己跌倒的时候呢，没有人知道，然后延误了送医的时间。第3个呢，就是没有建立了防诈骗和财务的保护。老人呢是被诈骗的高风险的族群，尤其是当独居或者是缺乏陪伴，那么害怕麻烦孩子啊，不懂得高科技的这些技术啦，这些原因凑在一起之后，就很容易被利用了。所以呢，老后理财啊，它其实不是投资报酬率的问题，更应该注意的就是学会怎么样保护自己。我听表姐说呢，大姨其实有不少钱拿去了投资，而且呢是银行的理专叫她的投资。表姐本来想告这个理专也告不了啦，因为当时大姨跟他们签的文字上面已经说明白了，说这个投资会有风险的。但是年纪都已经80、90岁的老人做什么投资呢？这不就是银行的理专昧着良心为了自己做的事吗？我之前有个影片啊，分享过我姐姐跟妈妈呢，曾经把钱交给了所谓的专业人士代为投资，最后呢，管的人亏了钱，而且还照样的收费。这样的经验，我相信呢，有很多朋友都有，也欢迎呢在留言区分享，也可以给我们大家作为借鉴。我从大姨身上学到重要的是，我后来发现呢，人老了，真正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选择权。你能不能不依赖别人，有尊严的活着？而生病的时候呢，有人照顾，不会因为钱呢而委屈自己，也不会因为孤单而被骗。那其实呢，这些都跟财务有关系。很多人觉得退休很遥远，其实啊，退休不是某一天啊，而是你人生的后面的1/3。而且现在医疗越来越进步，人也会活得越久，所以现在最可怕的风险已经不是早逝了，而是说活太久，钱没了。那很多人规划退休啊，只规划到60、70岁，但现在人呢可能会活到90岁、100岁，中间多出来的30年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请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了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朋友们呢，都做了什么样的准备？我大姨活了100岁，她看过了一整个世纪，她经历过生离死别、重大事故、孤独，还有漫长的老年。以前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成功，但是我现在开始觉得也许真正重要的是，当你老了之后呢，能不能好好的活着，不是只有活着，而是有尊严的活着。我觉得我大姨留给我最后的礼物，就是让我开始思考我的退休，我老了以后的生活呢。朋友们，不要觉得这些事情离你很远，或者是发生在我阿姨身上的事情，还有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呢，不会发生在你身上。如果你存侥幸的心情，以后你会为你的侥幸付出代价的。谢谢你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一类的影片呢，请点赞、收藏、开启小铃铛、转发和留言。我们下个影片见。